根据德国商报、世界报、NTV 新闻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发布报道称，在当地时间2月9号，德国知名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打算向乌克兰出口其最新主战坦克 KF-51黑豹，乌克兰即将迎来4代坦克战力。那么莱茵金属能援助乌克兰多少辆黑豹呢？该坦克又和俄罗斯的 T-14相比，谁更胜一筹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KF-51黑豹坦克是莱茵金属公司为德国豹2系列坦克研制的后续替代和竞争对手。乌克兰呢将是黑豹系列的首个用户。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·帕伯格在接受商报采访时表示，他们正在与乌克兰方面就 KF-51黑豹出口相关事宜进行谈判。帕伯格还称，乌克兰不仅想要主战坦克，也对莱茵金属研制的 KF-3141山猫步兵战车表现出了兴趣。相较于德国以往的态度，莱茵金属这次的表现无疑显得十分热情。帕伯格承诺称 ，KF-51黑豹能够在15到18个月内量产交付，可以在德国或者匈牙利设厂生产。尽管在德国制造的坦克需要获得德国政府批准才能向乌克兰出售，不过帕伯格却表示看好黑豹主战坦克和山猫步兵战车的交付前景。他表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莱茵金属还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工厂生产 KF-51，但前提是战争结束以及德国联邦政府的许可到位。那么莱茵金属能够为乌克兰提供多少辆 KF-51呢？这里我们以豹2为例，来了解一下莱茵金属的生产速度。据统计，豹2坦克从1979年到2015年，以平均每年98辆的速度生产，想必 KF-51坦克也不会慢下太多。如果我们假设 KF-51是以旧的豹2坦克的车体制成，并更换发动机、变速器和安装新的炮塔和设备，那么莱茵金属公司每年可以生产大约120到150辆新坦克，或者在6个月内生产60到70辆。这对于乌军而言又是一股强大的助力。KF-51坦克呢是继俄罗斯 T-14之后呢全世界第2种公开展示的第4代主战坦克，而此前呢 T-14阿玛塔坦克已经出现在了乌东地区，象征性的参与到了俄乌战争中，两者呢很有可能会在乌东上演一场4代坦克的对决。那么它和俄罗斯的 T-14相比，谁又更胜一筹呢？从外表上看去年6月份刚刚亮相的 KF-51和 T-14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第一眼看过去，该坦克的外形相当抢眼，科幻风十足，让人瞬间联想起了曾经炒得火热的波兰的 PL-01隐形坦克。不过根据莱茵金属提供的资料来看呢 ，KF-51外形设计并没有考虑到隐身，恐怕只是单纯的好看吧。不过呢 ，KF-51真正的亮点并不是在于这个科幻的外形，而是它的配置。首先，它的炮塔看上去硕大无比，这说明了 KF-51并没有像俄罗斯的 T-14一样使用无人炮塔。而之所以莱茵金属要将炮塔做这么大，自然是因为要容纳的东西太多太大了，而这恰恰也是 KF-51的技术亮点。或许是受到俄罗斯 T-14坦克的刺激，莱茵金属呢为 KF-51配备了前所未有的 FGS 火炮系统，即一门130毫米口径52倍镜滑膛炮。莱茵金属公司声称，该炮的炮口动能比现役的所有的120毫米滑膛炮高出了50%。而豹2 A6 呢，在 RH-120L55 在发射 DM63 穿甲弹时呢，炮口动能约 12.7兆焦耳，因此预计130毫米滑膛炮动能可能会超过19焦耳。再配合全长达到 1.3 米的硕大炮弹，2000米穿深超过1米，恐怕不是什么问题。其威力呢，足以击穿世界上任何一种现役坦克。不过，虽然 KF-51火炮口径更大，但全炮重量呢，却依然维持在3吨左右的水平，与 RH-120炮大致相当。这样可以代表北约的那些3代坦克仍然可以升级改造130毫米炮。当然了，体积巨大的130毫米炮弹呢，再用人力装填显然是不可能的了。因此 KF-51在炮塔尾部右侧装备了一台尾舱式自动装弹机，备弹20发。不过以这个弹量进入俄乌战场，恐怕还是有些不够用的，在激烈的交战中应该是无法持久。而我们这次从莱茵金属的 KF-51坦克呢，也能看出130毫米炮无疑是各国发展第4代坦克的一条捷径。无论是美国的 M1A3 还是法国的勒克莱尔 XLR， 都将炮管升级到了130毫米，甚至是140毫米。相比之下呢，俄罗斯的125毫米主炮就显得保守了许多。不过第4代主战坦克的炮口直径到底多少最合适？目前各国并没有统一的说法。一味加粗的话，
边际效应会递减，无法达到想要的穿身效果。而且如果加粗的话，那就意味着以前的炮弹都不能用了，必须为4代坦克专门生产全新的弹药。因此在火炮方面呢，两者还真的不好说。那么我们再来说回到 KF-51， 紧挨着自动装弹机的炮塔尾部左侧是一部4连装的升降式巡飞弹发射器，用于发射以色列的 U-Vision 公司研制的 Hero 120巡飞弹，续航能力达到了1个小时，作战半径60公里。该导弹呢，既可以像无人机一样为坦克提供长时间的战场侦察与监视能力，也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。除此之外，在炮塔右后部还有一部4旋翼迷你无人机发射器，能够进一步强化坦克的态势感知能力。同时，也正是因为操作无人机需要 ，KF-51虽然使用了自动装弹机，但仍然是有4名成员。第4个人呢，即是无人机操作员。而除了无人机之外呢 ，KF-51还在车体与炮塔四周设置了多部摄像头，以解决传统坦克的视野问题。所有的传感器、显示控制器呢，都集成在北约的4754号标准化全车数字架构中。车组成员之间呢，可以相互分享传感器画面和数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T-14阿玛塔坦克呢，高调亮相也是有几年了。而这些年呢，俄罗斯为了拓展外贸用户，也是丝毫不藏着掖着。因此，阿玛塔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也被卸得差不多了。T-14进步最大的地方就是那个无人炮塔。这得益于这个无人炮塔 ，T-14呢不仅可以把成员全部集中部署在车体里，而且呢还可以牺牲炮塔防护，把装甲都堆在车体上。这使得阿玛塔车体正面物理厚度就超过了1米，再加上新一代的化石爆炸式反应装甲，抗穿甲弹达到等效1米的均质钢也并非不可能。这个数据呢，对付 M1A2、豹2 A6 这些3代坦克真的是够用了，但是以后够不够用还不好说。可以说 T-14虽然号称是第4代坦克，但仍然残存了不少3代坦克的味道。而在防护能力方面呢，两款坦克都设计的比较激进，而在这个各国坦克集体增重的情况下，德国和俄罗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两款坦克重量都不到60吨，因此两者的防护能力恐怕还不如现役的顶级3代坦克。当然，两国也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。随着反坦克导弹亲测性能不断提升的压迫，各国提升坦克的防御力的需求也越发紧迫。而俄罗斯的 T-14呢，可以在面对不同阶段的威胁，实现不同的防护方法。第一种防护措施呢，是采用复合材料构造车身，并且采用新型涂料，使得坦克的红外特征大幅减少，提高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概率的一大途径，就是减少被敌方反坦克武器发现的概率。而 T-14呢，采用这种措施，可以大幅减少坦克被红外探测发现的频率，从而提升战场生存性。第二种呢，防护措施是车上配置的光电干扰系统。当侦测到激光测距仪的辐射时呢，系统会自动发射烟雾干扰弹，形成弥散有金属颗粒的雾团，使敌方的侦测装备暂时致盲，无法正确的使用武器进行射击，从而实现防护。这种设置不只对敌方的光电侦察设备有效，在配合主动防御系统时呢，还可以防护非制导类导弹的袭击。第三种防护措施呢，是新型反应装甲。俄罗斯的 Concern Tractor Parents 公司披露称， T-14坦克配装的是俄罗斯新一代反应装甲，该装甲防护性能呢超过了俄罗斯现有的所有同类产品。据悉呢，新型的反应装甲的装药量将会增加，安装在装甲内的电子与其他设备呢也不会被损坏。该款装甲能够对付北约国家使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包括先进的 DM53 和 DM63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以及配装了高爆反坦克弹战斗部的地面反坦克导弹，提高了 T-14坦克对付现代反坦克武器的能力。而 KF-51则使用了一款号称拦截率100%的主动防护系统。据莱茵金属宣传， KF-51配备了 AMAP 和 TAPS 两种主动防护系统，其中呢后者是一种防攻顶系统，专门防御标枪之类的攻顶反坦克导弹以及末敏弹，而 AMAP 呢，则是使用激光武器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。同时，该坦克还可以快速发射烟雾弹来阻断敌方对 KF-51的观察。得益于其遍布坦克各方位上的传感器， KF-51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。成员呢坐在车内就可以通过头盔显示器获得坦克周围360度的全景视野，配合其搭载的无人机，可以实时的动态监控战场情况。
至于该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是否真的如莱茵金属所说的100%拦截，还需要在战场上进一步验证。不过呢，由于黑豹使用的是豹2 A4 坦克的底盘 ，KF51仍然继续沿用了 MB873 柴油机和一体化动力包。不过呢，莱茵金属公司声称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升级为 MB880 或者是 MB890 系列发动机。总体来看呢，两款坦克都从火力、防护、态势感知等多方面呢进行了相当大的革新。单从纸面数据上来看，两者是各有千秋，毕竟还都没有经过实战，怎么说都可以。至于哪一款坦克更加适合乌克兰战场，还是要打过一场才知道。那么莱茵金属为什么要如此力挺乌克兰呢？毕竟 KF51是几个月前才刚刚在萨托利防务展上亮相的德国第4代坦克，之前德国人给个豹2都抠抠缩缩的，怎么突然之间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变得如此殷勤呢？连 KF51都舍得给了呢？这里啊，咱们可以从莱茵金属的股价上找到答案。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，莱茵金属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上涨。在开战前呢，该公司的股价长期低于100欧元，但在冲突爆发近1年后，股价上涨了1倍多，达到了230欧元左右。同时呢，德国国会在去年批准的联邦国防军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，预计呢也将使莱茵金属在2023年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。现如今的莱茵金属可以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一场实战检验，来为自家坦克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。如果黑豹表现出色，那么德国、美国坦克可以采购它的先进理念和模块化设备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同时呢，以色列、日本、意大利等国也可能采购这款先进坦克以及弹药。那么难怪莱茵金属在援助乌克兰这方面呢这么不遗余力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哪款坦克觉得更适合俄乌战场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